这部影片是突破千人的特别企划，和大家来分享该怎么样学习 AI。我会分成3个部分和大家介绍。首先是学习 AI 的管道，大概可以分成6+1种。再来我们来讲讲怎么样学 AI。这里我把它分成2个类型。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大部分人对于学习 AI 有的迷思好了，赶上或是理解这个趋势，也避免落入割韭菜的陷阱课程之中。嗨，大家好，我是工程师 Gary。一阵子没更新影片了。最近 Gen AI 实在是太火爆了，工作量整个爆表，所以更新比较慢，还请各位观众多多见谅。今天这部影片是突破千人的特别企划，在大概经营 YouTube 2个月后就顺利达成一开始设定今年底的目标，真的是非常感谢按下订阅、留言还有观看的观众们。那时候在社群发了一个投票统计，我大概选了几个题目让大家投票。投票的结果压倒性的由如何在2023年开始学习 AI 这个题目胜出。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个生成式 AI 崛起的元年，大家该怎么样学习 AI。一方面赶上或是理解这个趋势，也避免落入割韭菜的陷阱课程之中。我会分成3个部分和大家介绍。第一个部分是有哪些管道方式可以学习 AI， 以及这些不同方式的优缺点。第二个部分是该怎么学 AI。最后呢是学习 AI 常见的迷思。那就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首先是学习 AI 的管道，大概可以分成6+1种。最后这+1种呢是今年才出现。那么第一种是线上课程的平台，比如说国外的 Coursera、Udemy或是台湾的好好，这些平台上面都会有各种课程，品质呢是比较参差不齐的。不过我们大概可以从课程评价的分数以及购买的人数，评估这个讲师和课程好不好。如果听得懂、接受得了英文授课的观众，我自己是比较推荐国外的平台。一方面价格比较亲民之外，课程内容通常都比较扎实，也会一直更新。另外像是在 Coursera 上，如果不需要完课证书的话，通常都是可以免费观看的。那这种方式呢，通常需要花一点钱，学习也比较难系统化，要明确的知道你要学什么东西才比较适合一点。优点呢就是选择很多元，单一主题遇到很好的课程讲师的话，就可以收获很多东西。第二种是着重在学习 AI 的线上课程平台，比如说 Kaggle、Face.AI、Data Camp、Hugging Face 等等，这些平台的课程相较于第一种，更着重在机器学习以及资料科学的课程上面，多数都是免费之外课程的质量也是很好的。这类型的平台都会把你学习的轨道铺好，让你比较知道说技能数点的顺序，不会让你很茫然说到底该学哪些东西才够这样子。而这个也通常是新手学习 AI 最常遇到的困扰之一。那刚提到的那些平台呢，其中一个需要付费的就是 Data Camp 了。这里我要先澄清一下，这不是业配，我自己呢是已经使用了 Data Camp 好几年了，蛮喜欢上面课程的编排。它的课程呢会影片练习穿插，让你从动手的过程中加深你的印象，更可以了解在实际的场景下怎么使用。这种方式的缺点也是优点，就是学习的方向比较单一，但是呢就很明确，你可以明确的知道自己跟着这个轨迹学完，就能有一定的基础了。第3种是买书回来啃，或是找 PDF 或是线上看的版本。最有名大概就是 Deep Learning 这本书了。其他搭配程式练习的 Hands On 系列也都还蛮不错的。看书的方式呢算是因人而异，有的人看到文字就会阅读很慢。另外书上有一些数学比较重的章节，如果没有一定底子的人看得会很辛苦。那学习的成就感累积的就比较慢。但是如果想要扎实的累积 AI 的知识看书绝对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途径。有的时候在一开始慢慢的打好基础，会比到处学了一些花拳绣腿来的重要的多了。第4种是看 YouTube， 有几个跟 AI 有关的频道都做得蛮不错的。国外的像是 Yannick、Sandex 都是我蛮喜欢会看的频道。讲中文的我倒是比较少看专做 AI 主题的频道，不过像是李永乐老师大刘科普不时也都会讲到跟 AI 有关的题材。喜欢理科议题的观众也可以去看看。哦，对了，当然不可以忘记还有工程师给予的频道那从 YouTube 学习的这种方式呢，缺点就是知识点比较破碎，难以系统化，除非频道有特别做成系列的影片。但是优点呢就是可以接收到最新的资讯，毕竟在 AI 这个领域一个礼拜内就会发生很多事情。第5种是 Bootcamp 的那种训练营，或是叫什么密集训练班之类的。这种就是由一个机构编排好一系列的课程，你缴了学费之后就密集的上课学习，结业后呢通常都会有撮合学员跟公司的就业机会。那这样的方式的缺点就是一开始你需要缴一笔不小的费用，在学的过程中呢，如果你不喜欢，也要一
硬着头皮把它学完。那优点呢，就是有人会督促你的进度，通常也会有同学可以跟你一起学习。第六种就是修知名大学或机构的课程，有些人呢可能刚好就读相关的科系，就可以直接去选修这样的课程。但是大部分的观众可能跟我一样，已经毕业了，工作好几年了，或者呢又不是本科系的背景，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找例如 MIT 或 Stanford 这种线上公开课程。那这样的方式的缺点呢，是课程通常都以某一小主题为单位，不会一次包到比较广的内容，所以必须要知道自己还缺什么需要修。优点就是通常这些公开课程都是免费的。那最后一种呢，就是今年才可以使用的，那就是跟 ChatGPT 学。其实就是问他你不懂的概念，例如说梯度下降是什么好了，请 ChatGPT 解释给你听。这种方式的缺点就是你要知道你该问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如果没有搭配别的方法一起使用你是很难知道的。特别是对于新手或是没有学过的人，有时候呢也不见得可以完全相信 ChatGPT 的回答。但是优点呢是，如果你问对问题，可以让你的学习效率增长非常多倍。而且这样的学习方式还不只局限于 AI 这个领域。听完前面6加1种学习 AI 的管道后，相信大家一定会问说，那我要怎么学呢？再来我们来讲讲怎么样学 AI。这里我把它分成2个类型，第一类是走传统的学习路线，第二类是以专题为导向的学习路线。大家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和习惯，选择你喜欢的学习路线就行。第一类传统学习路线，顾名思义就是喜欢把基础扎稳，慢慢来，没有时间压力的学习道路。这个路线大致可以分成8个步骤。第一步，获取基础知识。在学习机器学习 AI 之前有一些先备知识必须要先理解，而这些知识包含在线性代数几率微积分程式语言都需要有一定的掌握。所以你需要找有这些课程的管道来学习，例如说 Coursera 或是一些知名大学的公开课程，都有这些基础学科的课程可以上。而程式语言的部分当然就首选 Python 咯，就找任何一个管道有教 Python 就可以了。重点是要学习如何写程式。第二步，了解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概念，认识机器学习的核心概念与技巧，以及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之间的差异。我自己是在 Coursera 上了吴恩达的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课程，蛮浅显易懂的。中文的话，台大教授李宏毅老师的课程评价也不错，不过我自己是没有上过就是了。这一步学习的时候最好能跟着做作业，动手写程式嘛，这样才不会是听过去而已。有的时候观念上我们听懂了，但是要动手实际把观念变成程式码这步才是真的不容易的部分。第三步，透过简单练习获得经验。基础知识方面准备好之后呢，就要开始动手啦。你可以找一些像 Scikit-learn 的教程，或是边看 Hands-on 系列的书，跟着里面的练习题做。这一步的目的是要熟悉各个套件的使用方式，以及对应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一些参数，是不是呢跟你课堂上所学到的可以相连结。进一步知道这些函式的意义，不要只当一个 import engineer，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第四步，参与线上的竞赛或专案。熟悉如何写基本的机器学习之后呢，就要开始朝向现实世界的问题了。毕竟总不可能永远在分辨是猫还是狗，或是0还是9嘛。在这个阶段呢，Kaggle 绝对是最好的选择。在这个平台上面会一直举办有奖金的比赛，而且比赛的问题通常都是出钱的单位所遇到的真实问题，希望找各路好手来帮他们解决。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自在参加就好了，找你有兴趣的比赛呢，或是问题，重点是去看讨论区，人家分享的 notebook 程式码，看看除了你会的基本方法之外呢，别人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而 Kaggle 好的地方是有的问题在过去举办过的比赛都会有类似的题目，这时候你就可以找找看以前的高手是怎么做的，透过模仿快速增进自己的实力。我们在刷 Kaggle 比赛的时候呢，要知道自己的主要目的是要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跟思考模式，不要一味盲目的追求高分或是好的名次，因为这样常常会出现很奇怪针对这个比赛问题特化过的解法，反而失去一开始学习的初衷。那除非你的目的呢就是要得奖拿奖金，这当然另当别论了。第五步，深度学习。没错，在现在这个时代，基本上任何问题都倾向于用深度学习来解决，所以你必须要对深度学习更加了解。在这里你要先选择一个 framework 专精，要么 TensorFlow要么 PyTorch这两个框架都有许多的专案在使用。你可以上 Udemy 找专教这些框架的课程来上，什么 Master TensorFlow Master PyTorch那因为 Udemy 上面的课程常常会促销，所以你可以等到它大概台币300左右的时候买下去就行了。熟悉框架之后呢，就可以找专门练习深度学习的课程来上，像是 Fast.ai 或是 DataCamp 上都有一系列的课程可以让你非常扎实的练习如何使用这些框架来做深度学习。第六步，专精一个子领域。在 AI 目前解决问题的领域当中呢，大致上可以根据资料形态
啊分成3个种类：图像、文字以及声音。每一个领域啊发展使用的方法跟模型形态啊都不太相同，所以啊选择一个你有兴趣的问题和领域，开始学习那个领域的模型方法有什么，例如说自然语言处理的 Transformer 啊，电脑视觉的 Resonate 啊等等的。在这里呢就要开始求精了。要知道啊，世界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如果啊你每个都想要会，最后啊可能就变成样样通样样松了。第7步，跟上最新的研究，持续扩展你的知识。接下来就要开始读论文了，你就要挑你关注专精领域的论文。通常啊，在 Archive 或是几个顶级会议上面，都会有不错的论文可以值得阅读。YouTube 啊，也是一个不错的管道，像是前面提到的 Yannick 啊，就会常常分享解析一些比较热门的论文。在这里要知道的是啊，因为 AI 这个领域啊，发展的非常的快，如果不持续阅读学习别人发表的东西啊，很快就会跟不上最新的技术或者最好的模型了。至于说该怎么样看论文，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留言底下告诉我，我可以啊再做另外一集来讲解怎么看论文。第8步也是最后一步，和 AI 社群互动，和别人交流啊，绝对是能有不同层次收获的方式。特别是啊，这些人也在这个领域耕耘了很久，所以如果有 conference 或是 workshop 啊，主题是你有兴趣的，或是讲者是你的偶像，一定啊要多多参与。另外，因为这几年疫情的关系嘛，现在啊有许多 conference 啊都有线上直播，可以啊不被距离所限制，朝正各个 AI 大佬，听听啊他们看问题的角度。想做最钱。可以啊，让你对 AI 有更高层次的认识。第2类，专题导向的学习路线，这个路线啊比较适合在工作上啊已经有实际的问题，想要学怎么用 AI 啊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呢，来累积知识和经验。那这个路线呢，也可以大致分成8个步骤。第1步，一样是要获取基本的知识，和前面提到的一样，差异就是以专题为导向的学习啊，可以快速的先听过去这些概念，不用啊慢慢消化，等到实际呢又遇到了之后，觉得有点模糊或不清楚的地方，再回来复习就好了。当然，如果时间充裕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好好了解这些基本知识后啊，再往下一步走。第2步，学习机器学习的函式库，这时候呢就可以开始从了解练习机器学习开始下手了，像是热门的 Scikit-learn 啊、TensorFlow 啊、PyTorch 啊，都是需要知道怎么使用，有哪些基本模型，这些模型又是用来解决什么样类型的问题。第3步，实作新手专题，知道有哪些模型，怎么用机器学习函式库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做一些简单的题目啦。在 Kaggle 上啊，有一些知名的入门问题可以拿来做，像是预测房价啊、预测铁达尼号生存者啊，这些啊都是可以先试着做看，看看你做出来的模型效果怎么样，然后呢再看看别人的做法，从中学习，这样啊就可以很快的知道啊实际上人家怎么解决问题的思路以及方法。第4步，练习中阶专题，尝试解决简单入门问题之后呢，就可以找现实生活中或是工作场景上面你遇到 Kaggle 上面相似的问题，例如说图片辨识啊、情绪分析啊、消费者分群等等的。这一步啊，除了借由解决更难的问题，像 Kaggle 的高手学习之外，另外啊就是要多尝试不同种类的问题，增加啊解决问题的广度。第5步，专精一个子领域，和前一类学习路线相同，因为 AI 可以解决的问题种类啊实在是太多了，为了要更好的专精在某一个领域，你需要啊挑选你有兴趣的部分钻研下去，否则一个人啊时间就这么多，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都兼顾到。第6步，实作进阶专题，根据你在前一步选择专精的领域啊，尝试去实作啊该领域比较新的应用啊或是模型，例如说生成图片的说明文字啊、音乐的生成啊、自动驾驶车辆的模拟啊，又或者是说啊今年最夯的大语言模型应用。从这些比较新的 work 中呢，你会需要去了解啊说啊原理是怎么样， GitHub repo 上面的程式架构呢是如何，又该怎么样用到你的实际场景里面去。通常这个阶段啊绝对会遇到许多问题，因为现实的专案啊都会用到许多除了 Python 以外的技术，比如说 Docker 啊、SQL 啊、Web API 啊等等的。这时候啊如果遇到你不会的工具，就可以去找相关的线上课程来做学习。透过这样的学习呢，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这项技能呢马上就是你接下来可以用到的，才不会像多数的时候啊我们学了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技能。第7步，记录和展示你的专案，前面累积的新写专案啊就可以开始整理并且上传到 GitHub 上面了。一方面呢可以向别人展示你会什么东西，另一方面呢就是透过整理的过程啊，让自己啊再一次回忆，看看以前呢有没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或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当然呢你也可以选择 blog 发在像 Medium 一样的平台。第8步，和他人协作，贡献开源社群。这时候的你呢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了，就会挑选你有兴趣的开源专案上去和别人协作，帮忙解解 issue 啊，练习怎么贡献大型的专案。以上这2类呢就是我所知道的学习路线，整理总结
分享给大家。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大部分人对于学习 AI 有的迷思好了。第一个迷思，我需要有 AI 的学位才能学好 AI。有的人会认为说呢，一定要大学或者研究所修了个和 AI 有关的学位，才算是真正的学 AI。这其实是一项蛮大的误解。学习一项东西都有蛮多的途径，从学校呢拿一个学位只是一种途径罢了，靠着实作呢或是线上课程的学习资源，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的方式。第二个迷思，我要数学很好才能学 AI。多数人会认为一定要数学很不错才能学好 AI。确实呢，学习 AI 要有一些基本的数学知识，但是如果只是要入门到会使用并不需要非常高深的数学实力，除非呢你是要做比较尖端前沿的研究，那当然是另当别论了。对于大多数只是想要学会使用 AI 的人，并不太需要担心数学这个问题。第三个迷思，我要很会写程式才能学会 AI。有一些人会觉得要学 AI 一定要很会写程式，这也是很常见的迷思。其实像现在许多机器学习的函式库比如说 Scikit-learn 好了，使用的方式呢都很简单，程式码也通常只有一些而已，所以并不需要你程式到顶尖非常厉害你才可以学会 AI。第四个迷思，我要有很好的电脑设备才能学 AI。这个就很像球场上常常会看到穿了一身装备的人，但是呢球技却很普通一样。在学习 AI 上面知识的学习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一开始就花一堆钱买了个顶级的配备，说这样呢你才能训练好 AI 模型。那这时候你可能会问说可是我只有弱弱的文书机，这要训练模型的时候该怎么办呢？这时候你就可以参考我之前有介绍过 Google Colab 的影片了。Colab 不仅仅是免费，它还有 GPU 可以使用，只要你的电脑可以打开浏览器，那就都不是问题。第五个，我要花大钱上课才可以学会 AI。这一类人会倾向于在一开始就花了一堆钱买了一堆课程。我们一开始在学习 AI 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做。首先你可以找评价好、入门的课程开始上，花一点点的钱去体验一下AI 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你有兴趣的领域，不然很容易学到一半发现没什么兴趣，就很难坚持下去了。另外也没必要就一次买了一大堆的线上课程，就依照自己的学习阶段跟程度有需要再买来上就好了，不然多数时间就只是买来放在那边，等于是浪费钱了。第六个，学 AI 需要英文很好，英文绝对是重要的，但是现在中文的资料课程也非常的多，所以刚起步的人如果比较害怕英文，就可以先从中文的课程开始学起。但要知道的是随着你的学习阶段越来越往后面，通常呢在英文上的资讯还是更新更多的，所以千万不要害怕英文。更何况现在 ChatGPT 或者各种 AI 翻译的应用都已经很强大了，搭配他们使用不要让英文成为你的绊脚石了。第七个迷思， AI 只是商人炒作的泡沫，迟早会破的。不可否认的是商人的炒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定有的，但是 AI 基本上会是在人类科技技术上下一波的重要推手。这也是为什么常常有人说继工业革命之后就是 AI 革命了。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呢是 AI 并不是个泡沫，它是一个已经大量用在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技术，未来呢只会更多更深入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第八个迷思，我的本职工作是什么什么，我并不需要学 AI。在这个科技快速进步的年代，即便你不需要会这个技能，但是呢你至少也要知道它的概念运作是怎么样的，这样子对你的职涯绝对是没有坏处的。我们常常会听到活到老学到老，又或者像是唯一的不变就是变。你认识到了一个新领域那你现在这个领域呢做了一些碰撞激荡之后都能产生意想不到应用或是进步。这件事情呢也适用在 AI 上面。 OK， 以上就是1000人订阅特别企划影片，希望对于各位想要在2023年学习 AI 的观众有帮助。那如果你对于在学习 AI 的过程中呢想使用 ChatGPT 辅助你，但是不太知道怎么样更好的使用，你可以看我这个影片。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请帮我点一个赞，订阅我的频道。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留言发问。我是工程师格律，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